大家好，我是大伟。腰不好的人最常见的一个感受就是腰里面发酸发胀，而且这个腰部感觉特别的乏力，做一些弯腰挺身的动作特别的小心翼翼，不敢用劲。有些朋友呢，这个腰里面总感觉有根筋就是揪在一起，别在一起，这个筋就影响了这个整个腰部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影响生活。所以呢，很多朋友腰不好经常就喜欢这样把腰活动一下，或者扭一扭或者拍一拍。这么做呢，短时间之内确确实实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没过一会儿，你这个腰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今天大伟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能活开你腰部的一些气血。其实我们上述说的所有表现都是气血不通的一个表现。当你的腰部的气血循环能打开了，它就能代谢走腰部一些不好的杂质。那么不好的杂质没有了，腰部自然就会进行一个修复慢慢的腰就变强壮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咱们这个动作是坐着做的，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们把腿先分开向上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手分别按着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然后把我们的身体随意的靠向一侧，你看这旋转旋转，把身体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那个手呢就搭过来就这样。我们先简单的进行一个腰部的一个压这个压腰其实就是一个拉筋的一个过程，把腰部一些比较僵紧的结给拉开。大家可以跟着我这样试一试。如果你做这个动作感觉没有什么就感觉腰部没什么感觉，证明你腰部的两侧的这个筋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一做发现这个腰部的筋绷得比较紧，那就要多拉一拉这个动作你看一样的，你看这样转身，手一贴贴过来拉你可以看一下哪一侧比较紧，我们左右都要做，左边和右边拉起来感觉很多人是感觉不一样的我们就这样去拉一拉。好了，我们左右各做2次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给这个动作再升级一些难度。你看一样的，你看把这个动作保持好，然后把手你看就这样挥动就可以了。就往上挥你看就这样挥就可以了你看在这个姿势之下往上挥这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感觉出来了背后一根筋连着我们的腰部有牵扯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紧绷之下呢，我们这样去做就能够很好的把一些腰部后面的一些结节粘连的地方给打开，同时呢打开我们腰部的一个气血循环就这样。你看1、2、3、4，好，我们一般做5到10下，但在这里呢，我们暂时先演示一个5下因为时间有限。到这一侧一样的，你看1、2、3手这样挥4、5，好，做完以后呢，你可以活动一下你的腰，看一下是不是感觉这个腰上面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好了，这是第一套动作我们可以左右反复多做几次，把这个筋多拉一拉。然后呢，第2个动作是什么？依然是围绕这个姿势，双手依然是放在我们的膝关节内侧，然后开始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你看这样身子往一侧偏，1，好，转过来，然后再转回去，2。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你看这个动作转的时候，你看回的时候是什么呢？你看身子要往后靠过来从正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来1到极限你看这个转的时候是360度的一个极限，也就是说你腰上面这根筋无论是哪边紧，我们360度这样一转，都可以把这个腰上的筋松开来。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它没有死角的，完全可以把你的腰部给拉开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你看2，转回来，好，再来转，我们可以配合呼吸你看来吐，往前的时候吐气，往后吸气，好，定一下，来吐，吸气，定一下，吐，好，我们就这样就这样正反我们算1次，然后呢每天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腰，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腰部这一侧发热，这个热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动作的一个作用把我们里面的气血给它打开了，气血循环好了，
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些不好的杂质啊，慢慢就给代谢走了。你每天啊坚持练一个2到3遍，自然而然的呢，你的腰部啊就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这个动作啊里面细节比较多，你如果不跟着视频去做的话，很容易啊遗忘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动作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呢，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就跟着去练，练上一段时间，自己掌握了，那么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同时，也建议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这个动作能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关注过自己的体态吗？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其实他都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圆肩啊、驼背啊，或者他的脊柱啊有一些轻微的扭曲不正。那么骨盆就更不用说了啊，很多人骨盆啊都是歪斜的。就这种错误的体态，那么往下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膝和我们的踝。往上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膀。我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把我们的肩膀啊，就处于这种圆肩的状态啊，这么往前豁着。你这个时候你吸一口气，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吸气的时候，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因为你在一种错误的体态之下，你的很多的肌肉群体都没有参与过来。那么我们反之，把我们的胸口打开，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吸一口气。很明显，你能看到我的胸廓在往外张开。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如果你长期处于圆肩的状态之下，你去活动手臂，比如说我们肩膀往前圆，你活动手臂，你会发现手臂画圈画圆非常的费力。但是只要把我们的肩膀回归到一个正态，不仅你会感觉到脖子轻松了，你的手活动起来也轻松了。这就是我们讲的体态。一个人如果体态开始发生了问题，那么不简简单单是看起来感觉说这个人不是正的，是歪的。同时呢，你要记住，体态发生问题，我们胸廓里面的心肺，我们里面的五脏六腑，它慢慢的都会跟着产生一些位移，所以体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会教给大家一个全能的方法，让你自己把你的体态归于一个非常好的正位，而且你只要每天这样拉上一个3到5分钟，你会发现整个人正了这个穿衣服好看了，气质往上走了。最关键的是，只要人正了，我们的经络也就打开了。很多人原来一些小小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来的，逐渐的，他也莫名其妙的就不在了。话不多说，直接把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给咱们的视频点上关注。咱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内容。这个动作叫做金刚坐，源于道家，非常简单，咱们坐着就可以练起来。但是这个板凳你不要选择我这种板凳你人要往前坐，把腿往外打开这么打开45度。为什么呢？这样打开，你的骨盆会更加稳定。然后我们做之前你先看一遍我的动作，然后你找一面镜子你去做。那么我们其实很多弱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能看到。先把我们的双拳握住，然后把它划过我们的头顶。把我们的双拳怎么样对上去？对上去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眼睛闭起来，这么一对上去以后，你看这个拳中的缝是不是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正中间这条线？如果你拳头一放，整个人是歪着的，那就不用想了，你肯定是，比如说我往我的右侧去歪，那么我的右侧可能就是很紧的，它拉着你手上不来。如果你往左侧歪，那么你的左侧就是紧的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怎么样？眼睛闭起来，这么一放，你就知道它大约是在哪条线上面。然后我们怎么样呢？一定要把这个线给它怎么样纠正过来手一定要去往后绷着以后，来线对起来以后，左右去晃一晃，先往左，再往右。你的拳面不能怎么样？不能分开，不能坐着这么分开来了，不行来，身体挺直，小腹收紧然后我们来左右整个过程当中，你能发现你的背部就持续的开始发力。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们左右各做一个3到5下以后，来把手放到中间。这个时候人是什么？挺起来的，你一定要检查小腹收紧，整个手臂怎么样往后张开？你看这要往前，这要往后，侧面看就能看出来了。你看往后了以后，你看把2个拳头向内发力，互相挤压，这么挤压，手肘往后往内挤压，咬着牙坚持住10秒钟
啊，保持住。同时你要看着镜子的话，你这条线不能偏，不能推着推着手这样了啊，在中间这么挤压，手打开，手不能这样啊，手一定要打开，保持住。10秒钟以后身上出汗，还是3弓。好，就这么做完了以后，来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腰背，会发现非常的爽快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一些不正的位置开始通过这个动作慢慢调整过来。你别小看就这上半身的动作，它其实带着我们的腰部都在发力。我们腿分开，这是地基，地基它是不是正的？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不断的去拉，把它怎么样拉过来。那么我们的手臂就起到一个什么拉动的作用，同时在互相发力的过程当中，又能对于我们的脊柱带来很好的帮助。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棒。我们再给大家去讲解一次啊，把手对着拳头，先看一下啊，是不是在我们的中间，把它互相对好，手肘打开，位于我们的中间以后怎么样，来回的，你看往左往右为一次，手臂一定要打开啊，来这么去做2下。再来一次，3下，我们以3下为例啊，整个身体小腹收紧，然后手开始往后，拳头开始怎么样，怼着发力，往内这么发力啊，互相怼着，手肘往后，好，头微微往上看，保持住10秒钟，正常呼吸，小腹收紧，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累，汗就出来了。好，做完了以后，慢慢的把手放空，这样就行了，这就叫做金刚坐。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背，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如果感觉大伟讲得好，细节讲得透，你们把下面的关注给点上啊！大伟需要大家的关注。好了，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会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不好的朋友们，今天教你一个道家非常牛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可以快速缓解我们腰上面的问题啊，还能够帮助我们稳固腰椎。做完以后，马上就会感觉这个腰就像没有了一样，非常的轻松。动作呢，名字叫做金刚固腰式。我也不想说它有多好，只需要你看完这个视频，跟着我做上一遍，你自己的感受就会告诉你这个动作有多么的神奇。但是在这里啊，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这个动作好的，请麻烦一定要给视频啊点一个小心心，点一个赞，同时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那么首先呢，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的起始姿势啊，双腿分开，比我们的肩膀微宽一些，小腹内收。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啊，就是我手啊握拳，你看这个拳面要贴着我们的髂棘，髂棘是哪里呢？你看我们手啊这样去来回的摸，你会摸到一个棱，这个棱啊就是像一个脊背一样，就是我们的髂棘。那么手背面呢是贴着我们的身体内侧啊，形成这样，看手背贴着内侧，拳面呢，拳头的面部啊压着我们的髂棘，形成这样的姿势啊。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姿势之前，一定要吸口气啊。吸一口气，让我们的胸腔完全打开，让我们的拳面贴着啊，贴着我们的侧面往下去滑。在往下去滑的时候，往下压，压到一个面压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髂棘。好，保持了这个动作以后，我们怎么去做呢？压紧了啊，不要松，往下一直要压，往内往下啊，不要松。来，吐气，转身。好，回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压着这个点来吐气转身，小腹要向内收紧啊，你千万不能说你一转身啊肚子就松了，这个腰啊又开始垮了啊，这不行，你这个姿势啊一定要立得住啊。再来，你看吐气转身，手一定要压着这个点，压准了。好，我们来回啊，左右算一次，做完3次转身以后，开始做动作。这个动作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手一直压住，然后把我们的脚，你看单腿向后迈一下啊，你看从侧面看一下啊，单腿向后迈一下，回，再来啊，就这样，你看左啊，点是一直压住的啊。你千万手不要松啊，就压住这个点做这个动作啊，就这样啊。很多人感觉这个动作做起来有什么用呢？大家把手机放下来啊，跟着我去做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如果你感觉你的腿啊做这个动作感觉有些困难，我们也可以做个简易版。怎么做呢？你看腿就这样碰一下，2个脚碰一下也可以啊，也可以。
你只要让我们的身体啊有一个脉动啊，就是脉动起来、动起来就可以了。我们就这样去做，做上一个50下左右就可以了啊。当然，你在视频的时候我结束，你也可以结束，你可以提前的感受一下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自己去练习的时候是50下啊，就这样。好，做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去活动一下你的腰部啊，感受一下。腰部是不是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啊？为什么这么神奇啊？其实我们道家的这个金刚固腰式啊，就是一个下压的过程当中，然后通过这个转动，怎么样呢？把我们腰椎这一侧一圈的肌肉啊，都给它松懈下来了。然后呢，再压着这个地方啊，再通过了一个我们的步法的位移。其实呢，就是在位移之间就把这个一些深层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给它疏通开来了。所以这个动作啊，它并不是说那么的神奇，你只要了解了其中的原理，你就知道了这个动作它为什么做起来对你的腰会非常的好。好了，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你感觉这个动作对你有用啊，一定要记得帮我这个点一下赞，同时呢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不好的人往往自己摸着自己的腰部后面啊，就能摸到2根特别粗、特别明显的一根筋。这根筋啊，他自己都认为，只要把这个筋啊，把它给解除了啊，把它给揉散了，那么这个腰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灵活。其实这2根筋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大多数人啊，这个腰部啊，如果长期劳损啊，包括里面有一些突出啊，气血循环不通，经络打不开，都和这2根大筋啊，就是我们腰后这2根大筋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2根筋你不给它解开了，那么慢慢的我们的整个腰部后面啊，不仅会感觉空荡荡的，有些朋友还会感觉这个皮肤摸起来啊发凉，这些都是经络不通、气血打不开的表现。所以呢，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就是快速的啊把我们背后的这2根筋啊给解开。解开了以后，你就能感受到你这个腰部啊，就是非常的轻飘飘的，就感觉像没有一样那么轻松啊。今天这个视频啊，就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你。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然后咱们一起来观看这个视频的内容。这个动作并不难，但是其中有一些要点，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看。那么我们先讲站姿啊，站姿就是说我们的双脚的间距要和我们的肩膀等宽，然后脚尖朝向正前方啊。把这个做好了以后呢，你看我们的腿部啊，膝盖微微向下弯，双手啊像一个抱着一个树一样啊向前啊，你看向前，然后同时你看臀部往后拉，我们的这个腰部啊往前保持一个绷直的一个状态往前。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的一个姿势就做好了。我们开始什么呢？你看手像打着方向盘一样，你看往左转，好转。那么我们的腰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大家从后面看啊，你看左转啊，把我们的腰部这根筋啊，你看完全拉开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你看右转，好，回正，回到原位。好，这样的话一个动作就完成了。给大家来做个连贯的啊，侧着身子给大家做。你看，来抱住，先把我们的整个腰背啊给它拉开来，然后你看，来左转，右转。回正，回直啊，我们的身体在站直，就在这么一转一拉之间啊，它就把我们的腰部啊，你看这个脊柱啊，给它松开来了，经络给它拉开来了，一些僵紧的筋啊，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有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些紧绷绷的筋啊，就像一个绳子一样，慢慢的被松开来。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你看这个起势的时候啊，这个起势的时候，你看。腹部收紧啊，往前走的时候，你看我的背后和我的这个腰部啊，你看，它是不是说你走的时候这个腰是弓起来的啊，背是弓起来了，就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啊会给我们的腰部啊增加负担。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腹部收紧，然后腰背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你看，屁股往后一拉，整个人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在这个姿势之下，你看来转1、2，回正。好，回，好，再来，走，1、2，你可以比如说我这里比较僵紧啊，我就多保持一会儿啊，来回正，回直，好，再来，你看，走，1，好，2，回正，回直，
我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没错，他在做的时候啊，就已经把我们的腰椎啊充分的伸展开来，同时这个动作设计非常巧妙，能够充分的打开我们整个腰椎，把我们这个腰上面的一些僵紧的筋啊给它充分的进行一个拉伸。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把这个动作啊坚持练起来，每天做上20个，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你的后背、腰部啊、额头有一些发汗、发热啊，这样的感觉是最好的。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同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点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来讲一下腰椎。年龄越大的人应该越有感觉，就是感觉自己的腰部啊，每天都感觉特别的僵木啊。有些朋友啊，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腰部啊，他都不能一下子起来，要缓好久才能感觉这个腰部啊，慢慢的啊缓过来了。那这个腰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源于2点啊。第一点，从结构上面来说，我们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在往下走的时候都压在我们整个腰椎，也就是说，腰椎在结构上面它是啊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如果说你再加上日常当中啊，你不注重它的一个养护啊，每天啊工作也比较劳累，经常弯着身子啊做家务，无疑就是让我们的腰部的肌肉这个结构啊变得更加不稳定。所以呢，就这2方面啊，它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啊，有很多人他不会放松的，不懂放松的，这个腰部啊就会经常感觉特别的僵，特别的难受。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腰椎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2合1的功能，不仅啊，它可以做到一个伸展我们的一个腰椎，同时呢，它还能锻炼我们的腰椎啊。所以说这个动作非常的好，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它这个动作非常的优雅，非常的好看。咱们话也不多说，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啊一定要记得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讲解动作。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基础姿势，非常的重要啊。大家注意看，我假设要拉我右侧的腰，那么我的左脚的脚尖一定要朝向我的正前方，也就是12点钟方向。右脚的脚尖朝向3点钟的方向，然后脚跟对上脚跟，形成这个丁字形的一个步伐。好，我的身子还是朝着正面啊，把腿部姿势摆好了，身子朝向正面。好，这个时候呢，右手握拳放在我们的后腰处。好，左手往前伸，掌心朝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大家注意看啊，来开始弯腰，手掌往上折。好。从正面看一下这个姿势啊，你看弯腰，手掌往上折，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了啊，整个后面这个腰部啊这些比较以前经常拉不到、按不到的地方，就开始像一根筋一样的啊锁紧了。我们随着往下慢慢的拉，就把这个地方给它拉好了，拉松了。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膝盖啊，一定要不能弯啊，做的时候膝盖不能这样弯。保持直立，腹部收紧。来，1、2、3、4，是不是这个动作非常优雅？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你看手往下的时候，我们这个后手啊顶住啊，不要松。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动作，一做，这个架子就散了，那后手下来了，后手一下来，这个架子松了啊，你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好了。你看，来，1、2、3、4。5、6、7，好，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换一边，我拉我的左边的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右脚的脚尖要朝向正前方，同时呢，我的左脚的脚尖要朝向9点钟的方向，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身体一样是朝着正面啊，和你的脚尖啊一个方向。好，然后我们一样开始把我的这个左手的后手，你看。顶在我们的腰部，手往前伸啊，来走，1、2、3、4，慢慢的往下来，上来，下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腹部啊一定要收紧啊，往内收紧，小腹收紧。你收的越紧，你下来的时候啊，它这个伸的感觉越明显。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啊，你去感受这种感觉。慢慢的上来啊，手配合这个动作，为什么呢？一定要把我们手上的筋也拉开来。所以这个动作它设计非常的巧妙，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你的腰部啊不断啊被拉伸开来，然后再收缩，再拉伸，再收缩，就像这个海绵的原理一样，
不断的挤压松，挤压松，就把我们里面原来一些堵着的、不好代谢出去的一些残留的不好的物质啊，给它代谢走了。同时，新鲜的液体进来了，把我们整个局部的循环给打开。腰部做完以后，你活动一下会变得非常轻松。同时，你可以弯下腰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的腰部原来一些紧的地方都松开来了。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左右各做30下做完以后你自己感受一下。如果感觉还不到位的，你可以再增加一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微博，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